此刻女主人被2只中型犬夹在中间，十分危险，但她却早已对这样龙争虎斗的局面司空见惯。因为自从她领养了这对小冤家之后，家里就闹翻了天，每天超过10多次的打架是家常便饭。被殃及池鱼的女主人也深受其害，但谁知训犬师却说他们都是好狗，而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主人自己。原来2只狗狗都有着令人唏嘘的坎坷身世，它们是被女主人从鬼门关前救回来的。这只真岛犬和哈士奇的混种犬波利本来是在安乐死名单上的，但女主人看见它的瞬间就动了恻隐之心，她不忍看见1岁的它就此香消玉殒，就把有着漂亮一瞳的落难公主带回了家。要知道，做出领养一只成年大型犬的决定并不容易，就连训犬师都十分佩服他的勇气。而另一只混种犬的到来也极具戏剧性。当时因为他才领养波利3个月的时间，虽然他询问了一下杯子的情况，但还没做好领养的准备。但是3周后，工作人员联系了他，说因为一直没有人领养杯子，他可能会被执行安乐死。为了让这个身披星光的小家伙能继续享受阳光雨露，女主人就毅然的也把他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。说到2只狗的名字，其实也十分有趣味性。因为混种真岛犬的眼神总是十分清澈，所以女主人就为它取名叫波利，而为了和它的名字搭配，另一只就叫了杯子。至此，相亲相爱的波利杯组合就此诞生。虽然女主人对这个新组建的家庭有着十足的憧憬，但现实却给予了她重重一击。波利总会猝不及防地对杯子发动攻击，每一针都是表情包的波利怒火中烧，女主人也只能马上抱住她，防止事态恶化。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训犬师猜测到，波利也许是为了得到主人的拥抱，才会利用攻击的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女主人称，其实2只狗刚到家时就像2个小朋友般，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，那时候的关系都很好。但不知何时起，杯子就攻击起了波利。等女主人发现时，波利已经满脸伤痕，二者的梁子就此结下了。而之后的日子里，受害者就变成了加害者。进击的波利经常会对杯子进行压制，有时候每天的打架次数甚至会超过10次以上。他们的冲突愈演愈烈，而女主人则成为了战争的中心。随时随地的交锋让家里的氛围逐渐凝固，甚至在给杯子喂饭时，波利也会突然发难。监护人觉得可能是波利护食导致的结果，但是火上浇油的行为还没完。如果波利发现监护人单独宠爱杯子的话，他会先犹如侦探般在旁边默默监视着。虽然女主人会因为害怕而不得不先安抚他，但随之换来的却是波利的疯狂进攻。他只能如往常一般赶紧抱住波利，防止事态恶化。在被宠爱这件事情上，他有着绝对的敏感度。每当女主人想靠近杯子，他就会瞬间丧失理智，甚至他想去拿杯子附近的充电器，都会让波利误解然后攻击。仿佛在这个家里，杯子连呼吸对波利来说都是错的，这让女主人实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波利对杯子来说是家里的绝对老大，即便是朋友到家里想抚摸一下杯子，但他看见波利靠近就会主动退避三舍。他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了波利的出气筒，霸凌和被霸凌的戏码时刻在家里上演。女主人曾听别人说，如果狗狗打架时用毯子蒙住或者用水喷可以阻止它，但谁知此招不成，女主人还被波利反咬了几口。这样的结果也是她始料未及的。不过如果女主人不在家的话，屋里就成为了2只狗的专属天地。波利如同一个老大般在房间肆意走动，甚至他还会主动靠近杯子。这出人意料的画面让大家有些难以置信。女主人曾经一度觉得可能就是自己的原因，才让他们落入水火不容的局面。带2只中型犬外出散步并非易事，每次他们都像听到了冲锋的号角般，拽着它就往前冲。2只狗如2匹马般，让它浅尝到了五马分尸的痛苦。女主人也经常会因此摔倒，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。如果他们看见邻居家的杜宾时，更会急速暴冲。现场因3只狗的兴奋而变得异常混乱，而杯子则成为了最显眼的角色。女主人称，如果杯子看见比它大的狗，就会陷入疯狂，仿佛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着让它躁动起来。此时女主人唯有用尽全身的气力才能勉强控制住它，所以每次室外散步她都不敢有丝毫放松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让危险发生。命运让2只陌生的狗狗闯入了她的生活，但似乎2人1狗的世界却有些格外的拥挤。女主人打心底里希望他们俩能和谐相处，但她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却也无法解决这个恼人的问题。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训犬师身上，希望他能帮助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重新归于安宁。听完故事的训犬师告诉大家，其实2只狗狗都拥有着被遗弃的经历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有着怎样的过去，而收容所也绝非能让它们产生安全感的地方。如果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被领养的话，饲主一般会努力想办法让它们安定下来。但因为波利是先被领养回家的，若是在他还没彻底安心下来的情况下又领养了第2只狗，那么2者是没法和谐相处的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唯有监护人拥有绝对的领导力，才能避免他们打架的情况发生。这就像在部队里要严格遵守纪律一样，如果没有丝毫规矩可言的话，
玻璃和杯子的生活只能一团乱麻。当2名弟子登门的时候，杯子开始兴奋大叫。女主人说她对陌生人一般都会比较友好，但玻璃却有些怯生躲在角落里。她的这副形象可跟之前打架时大相径庭。女主人说，在刚收养杯子的时候，她会比较容易兴奋，所以她就经常批评教育她。而玻璃看到这一幕后就记在了心里，久而久之，她只要看见杯子就会想进行攻击。但奇怪的是，如果女主人不在家的话，他们又会相安无事。似乎在两狗的战争中，女主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且每次打架时，他都会先抱住玻璃进行阻止。前辈说，这就像2个人吵架时，你越阻止他们，就会吵得越凶。不过听见众人笑声的玻璃突然起身站了起来。训犬师说，这是他内心比较敏感的一种表现，就像之前在录制节目的时候，摄像机稍微动一下都会让他生气警觉。当女主人起身走动的时候，玻璃随即也动了起来，甚至还会时不时地靠近杯子进行无形的威慑。这让杯子不得不主动离开，换个位置坐下。当女弟子亲了一下杯子后，玻璃就坐不住了，她走上前来也想要亲昵一番，但杯子却马上走到了远处避难。当她再次回来想要亲近的时候，玻璃却一把推开了她。短暂的时间内，杯子就回避了3次，可见二者势如水火的关系十分明确。当弟子们离开的时候，杯子开始向窗外大叫，而监护人想阻止他的时候，玻璃却又主动靠近攻击起了杯子。这样的情况让训犬师都为之一惊。当他登门的时候，杯子首先就靠近秀文。女主人称她对外人是几乎没有戒心的，但玻璃却正好相反，她的警戒没那么容易解除。当训犬师走进客厅后，就开始四处观察了起来。此时杯子坐在了他身边，但玻璃却跑到了窗户旁。训犬师让女主人顺着玻璃的路线不断格挡他，而第一次面对这样场景的他也有些不知所措。接着女主人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站在了狗狗经常警戒的地方，她把右脚和玻璃的爪子靠在一起。这是将训做的一场测试，如果玻璃先把爪子移开的话，就意味着他表示臣服，而杯子也跑到了左侧严阵以待。训犬师让女主人扭动身体靠近杯子进行格挡，这是让他在2狗之间树立威严。他继续给予杯子压力，把他赶回航空箱。对2只狗都要进行训练是监护人接下来要做的事。刚才的情况就好比一个警察要逮捕小偷的时候，有个市民过来干扰执法现场，那小偷和市民都应该受到警察的处罚。奖罚机制明确在多犬家庭中至关重要。而曾经女主人在教育杯子的时候，让玻璃心中种下了种子。所以玻璃就把自己当成了监护人的代言狗，想去管束杯子。逐渐的，他就把找杯子的茬当成了习惯。他告诉女主人，可以用急促的气息叹一口气，用这种方式可以让狗狗变得紧张，继而让注意力更加集中。这样的动作同样是一种宣示主权的行为，告诉他们这里是我的家，你们不要放肆。又好比说他们偷吃了冰箱里的东西，那主人的态度应该是监护人的管控力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主人不能提升自己的控制力，那像玻璃和杯子这样的争吵将永无止境。他让女主人拎起玻璃的后脖梗，把她送进航空箱里去，但后者却用尽全身的力气在抗拒。训犬师把旁边的门拿过来，重新安到了航空箱上，而女主人继续用更多的力气想把它拽进去。双方始终僵持不下，在他用右手抬起狗狗的臀部之后，终于把它推了进去。但不死心的玻璃却一遍遍的想往外冲，短短的几分钟却让女主人精疲力尽。好在一鼓作气之下，她还是顺利的把门关上了。不得不说，她如此固执的个性也算是遗传真导犬的特性了。接着训犬师让女主人拿着锁链给玻璃套上，然后站在原地保持不动，再把绳子缩短一些，逆时针转一圈。训犬师说道，让玻璃回到航空箱里是不能着急的，女主人可以一点点的拉着她往前走，这个过程也是考验耐心的时刻。训犬师说，因为家里是监护人的地盘，所以狗狗们也必须要执行主人的指令。玻璃此时身心在抗拒，也是因为他知道主人正在重新制定家里的规矩，所以他从心底里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现实。好在僵持了一会儿后，玻璃还是走了进去。训犬师说，只要玻璃想出来就把门关上。这一次次的关门也是让他认清自己的处境，在他心神混乱的时候就是最佳的训练时机。将训用脚抵住门为他施加压力，在这绝对的力量面前，玻璃也逐渐不再挣扎。他告诉女主人，以后对玻璃的航空箱训练可以用零食来诱导进行，像玻璃这样的狗需要用外力去协助它改变，而像杯子这样的狗就不用手段，依旧可以让它听话。如果玻璃的训练进行顺利的话，可以有效降低它的攻击性，这样2只狗的问题就能得到极大改善了。训犬师看着2只狗在主人面前大战的场景，他说2只狗就像定时炸弹一样，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，而杯子就好像是玻璃随时可以泄愤的对象。训犬师告诉他，解决他们争吵的办法就是让玻璃知道，如果你要攻击杯子，我就会惩罚你，只有用异常坚决的态度才能解决他们俩的问题。将训继续告诉他，单独和一只狗待在一起是不妥当的，
虽然每个饲主都幻想过和狗狗一起过着美好的生活，但如果是多犬家庭的话，主人必须用平等的心对待每一只狗，问题发生时还要以坚决的态度进行调解，这才是身为监护人该做的事。他也告诉女主人，同时带2只狗出门绝不是明智的选择，分别带它们出门才是比较稳妥的。至于杯子在外面容易兴奋的情况，训犬师说这并不是一种威胁行为，只不过是他想亲近对方的表现而已。不过就在他们打算出门训练的时候，杯子却开始朝着窗外大叫起来。训犬师一手拿着椅子，然后嘴里大声呵斥着。等到他差不多平静下来的时候，女主人再趁机靠近，抓住项圈让他坐下。训犬师说，曾经杯子向窗外吠叫的时候，都是玻璃用打架的方式替女主人管教杯子，但这些本应该是女主人要做的事。虽然身为混种犬的玻璃不会轻易被外界影响，但像杯子这样的斑点狗却十分敏感，它会因为无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而吠叫。来到室外的杯子看见远处的杜宾，开始变得极度兴奋。训犬师说道，这是因为对方离得太近导致的。此时他收紧牵引绳，不断安抚着杯子。训犬师说，虽然他很兴奋，但却没有想攻击的意图，所以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主人可以先和对方打招呼让他们离开，然后和对方的狗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再慢慢跟上他们的步伐，这样让他感觉到安全感，就不会再出现之前的行为了。在结束训练回到室内后，江训告诉女主人， 괜찮은 게예요. 얘만 키웠다면 되게 조용한 집이었을 거예요. 쟤도 나쁘지 않아요. 근데 훈련 방향이 완전 달라. 2只同病相怜的狗狗因缘际会相聚在了女主人家里，只是因为某些误会，却让他们一直势如水火。好在训犬师的出现让生活出现了转机，女主人也终于意识到了原来是自己的不称职导致了这一切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2只狗的训练都效果不错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它们一定可以冰释前嫌，成为一个幸福的3口之家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